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手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大家是不是觉得 AI 这个词现在真的是被炒到烂掉了，对吧？每天新闻媒体都在讲，但讲来讲去好像都很遥远，跟我们一般人的生活、跟我们的工作好像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如果我告诉你，在这片混乱的资讯迷雾里面，其实藏着一个巨大的金矿，只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从何挖起呢？今天我们不聊那些客观电影情节，我们要来当个淘金客，我们要来拆解 AI 教父级人物吴恩达 Andrew Ng 的实战手册。他可不是普通人哦，他是前 Google Brand 的创始人 ，Coursera 的共同创办人，可以说是这个星球上最懂 AI 怎么商业化、怎么赚钱的大神之一。所以这次的分析就是要带你直接切入核心，看看在吴恩达眼中，我们这些创业者和企业家现在立刻马上就能抓住的具体机会到底在哪里。OK， 我们今天的探索之旅会分6个部分。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拨开迷雾，花点时间搞清楚到底什么是 AI。它不是魔法，它其实是工具。接着，我们会回到过去，看看称霸50、10年的监督式学习是怎么默默地帮大公司赚进大把钞票的。然后，我们会跳到现在，看看当红榨汁机生成式 AI 到底带来了什么爆炸性的新机会。再来，这点超级重要，可能是最多新创公司可以切入的地方，我们会深入探讨 AI 的长尾商机。第5部分，我们会直接给你一套吴恩达的创业剧本，告诉你怎么一步一步抓住这些机会，这部分非常实用。最后，我们会拉回一个比较客观、比较清醒的角度，来看看 AI 的风险与未来展望。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好，第一部分，到底什么是 AI？ 我们先来解构一下这些炒作。吴恩达有个非常棒的比喻，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记下来。他说 AI 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它更像是电力。你想想看，100多年前电力刚发明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只想到电灯，对吧？但你不会问电力能用来干嘛，因为答案是什么都能用。从冰箱、冷气、电视，到现在我们手上的智慧型手机，它无所包包。AI 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箱，里面放了各种不同功能、不同用途的工具。在这个巨大的工具箱里，吴恩达认为，目前对商业世界最有价值、最能直接变现的，其实就这2个。第一个叫做监督式学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勤奋又聪明的贴标签机器，它的核心功能就是做一件事，从输入 A 得到一个精准的输出 B。第2个就是大家现在最熟悉的生成式 AI， 它的功能更酷，它像一个创意总监，可以无中生有，创造出全新的内容。虽然 AI 技术还有很多种，但今天我们就聚焦在这2个真正能帮你带来营收的超级引擎上。第2部分，监督式学习，过去10年的王者。在 ChatGPT 这些酷炫的生成式 AI 爆红之前，你知道吗？过去这10几年，真正在背后默默的为 Google、Meta、Amazon 这些科技巨头赚进大把钞票的，其实是这个听起来有点无聊，但威力无穷的技术——监督式学习。它才是过去10年真正的无冕王。那到底什么是监督式学习？说穿了，它就是一个非常会找规律的 AI。它的学习方式很像我们小时候念书，你给它看一大堆已经有正确答案的题库，也就是标记好的资料，它就会自己学会怎么从问题输入 A 找到答案输出 B。这个 A 到 B 的概念，请大家一定要记在脑子里。你把它想成是一个万能的函式，你丢进任何东西 A， 它就能吐出一个对应的 B。几乎所有监督式学习的商业应用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在赚钱。听起来有点抽象，对吧？没关系，我们来看几个真实世界的例子，你马上就懂了。你收到一封 email， 这是输入 A， 系统自动判断它是不是垃圾邮件，这是输出 B， 这保护了你的信箱安全。你在滑手机时看到一个网络广告，输入 A， 系统预测你这个人会不会点击，输出 B。这就是 Google 和 Mate 每年赚进上千亿美金的印钞机，核心就是这个。在工厂里，产线上的摄影机拍一张刚生产出来的产品照片，输入 A，AI 判断它有没有瑕疵，输出 B， 这大幅提升了良率，省下大笔成本。甚至是一艘超大的货轮，你输入它的航行路线，输入 A，AI 就能预测它的燃料消耗量会是多少，输出 B， 这直接关系到航运公司的获利。
你看，从软体业到制造业，再到传统的航运业，监督式学习的应用真的无所不在，而且都直指一个目标：创造具体的商业价值。不过，传统上要打造一个商业级的监督式学习应用，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又耗时的事情。重点来了，你看这个流程，真的会让人想哭。第一步，你要像苦行僧一样去收集大量标记好的资料，光这一步顺利的话，可能就要花1到3个月。第二步，你的 AI 团队要像炼丹一样，不断的去训练和优化模型，这又得花3个月。最后，你好不容易把模型练好了，还要把它部署到云端伺服器上，确保它能24小时稳定运行，这可能再花3个月。所以，从0到1打造一个能用的系统，花个半年到1年都是家常便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只有口袋够深、资源雄厚的大公司才玩得起这个游戏。第三部分，生成式 AI 全新的爆炸性机会。好，如果说监督式学习是过去10年的武林盟主，那生成式 AI 就是那个突然冒出来、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年轻高手。但最有趣的是，这个新玩家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他其实是站在监督式学习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但他不仅看得更远，还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极大的加速了整个 AI 开发的流程。这点超有趣。你可能觉得生成式 AI 很神奇，对吧？好像会思考一样。但吴恩达直接戳破这个神话。他说，他的核心技术说穿了，其实还是监督式学习。像 ChatGPT 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它做的事情非常单纯，甚至有点无聊，就是不断的在预测下一个字是什么。他读了整个网络上数兆个字词，把这些文字变成一个又一个 A 到 B 的预测问题。譬如看到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他就去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的字是披萨还是牛肉面。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但当你用天文数字级的资料去训练一个超巨大的模型时，量变产生质变，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它仿佛拥有了智慧。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来比较一下新的工作流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那个冲击力。还记得刚刚那个要花半年到1年的痛苦流程吗？忘掉它，现在用生成式 AI， 一切都变了。第一步，你不再需要花好几个月去收集资料，你只需要坐下来好好写一个提示词 prompt， 也就是给 AI 的指令，这可能花你几分钟或几小时。第二步，你也不用自己痛苦的去部署模型，你只要透过 API， 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已经打包好的服务接口，把它部署出去，这也只需要几小时或几天。总共加起来，整个开发时间从月或年的单位，直接压缩到天或周。这不是我说的哦，我们直接来听听看吴恩达本人是怎么讲的。这段话非常震撼。他说，有些 AI 应用过去我真的要花6个月甚至1年才能打造出来，但现在全世界很多团队可能只需要1个礼拜就能完成。你想想看，开发时间缩短了将近50倍，这真的太疯狂了，对吧？这对创业者和开发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代表你可以用极低的成本去疯狂的尝试，去快速迭代，整个创新的门槛几乎可以说是被夷为平地了。好，我们来看一张图，这会让你更有感觉。这是吴恩达对目前 AI 技术财务价值的评估。今天此时此刻，绝大多数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最高的紫色长条，仍然是来自我们刚刚讲的监督式学习。光是 Google 的广告业务每年就超过1000亿美金，这就是监督式学习的威力。而生成式 AI， 也就是旁边这个小小的橘色长条，现在看起来还很小，但它正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成长。当全世界媒体都在追逐这个亮眼的橘色条时，其实紫色这一块才是今天真正的现金流。但厉害的来了，我们把时间快转到3年后，看看吴恩达的预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监督式学习的价值可能翻倍，从巨大变成更加巨大，它依然很重要。但你看生成式 AI 这块，它的成长绝对远远不止3倍，可能会是10倍甚至100倍的爆发性成长。吴恩达特别指出，图上这些用云朵标示出来的成长空间，就是我们这些新创公司和现有企业可以去创造和捕获价值的地方。所以结论很清楚，虽然监督式学习依然是现金流，但未来爆炸性的成长机会，毫无疑问是在生成式 AI 这里。第4部分 ，AI 的长尾商机超越科技巨头。好，聊完了技术，我们来聊聊市场结构。
这可能是我觉得今天分享最核心、最 actionable 的一部分。我们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真正的蓝海市场其实不在那些 Google、Microsoft、OpenAI 这些科技巨头杀得血流成河的领域。这就是吴恩达提出的长尾理论。你可以想象成一家书店，左边的头部是少数几本畅销书，像是《哈利波特》，每个人都在买，利润很高，但竞争超级激烈。但右边的长尾是成千上万本比较冷门的书，每本书可能一年只卖几本，但全部加起来的总销售额可能比畅销书还多。AI 市场也是一样。头部是网络搜寻、电商推荐这种服务全球数十亿用户的专案，但这需要非常庞大的工程团队；而长尾是成千上万个，每个可能价值几百万美金的小专案。过去要执行这些长尾专案非常困难，因为成本太高，不符效益。但现在随着生成式 AI 和低程式码工具的出现，这个巨大的长尾市场正在被打开。我们来看几个非常具体的长尾专案例子，你就会更有感觉。你可能觉得，检查披萨起司这也能赚钱？不要小看它哦。吴恩达提到，他曾跟一家大型披萨工厂合作，用 AI 视觉辨识来确保每一片披萨上的起司都铺得够均匀。这个专案的价值大概是500万美金。你想想看，你不可能为了这500万美金的专案去雇用100个年薪100万的 AI 工程师，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旧模式行不通。还有一个农业科技的例子，用相机去测量小麦的高度来决定最佳的收割时机，这也能创造差不多500万美金的价值。或是像纺织厂的布料、钢铁厂的金属板做瑕疵检测，这些市场 Google 和 Microsoft 根本看不上，也不会来跟你抢，因为他们太零散、太客制化了，需要深入产业的知识。而这正是新创公司最好的机会所在。好，前面铺陈了这么多，第5部分就是最精华的实战手册了。如果你是创业者，或是心里有创业的念头，接下来这几分钟，请你务必专心听。前面讲了这么多理论，接下来我们要来点最实际的。吴恩达把整个 AI 产业分成4层，像个蛋糕。最底层是硬体，像是 NVIDIA 的晶片，机会很大，但这是巨人的游戏，资本极度密集，你没有几十亿美金是玩不起的。再往上是基础设施，也是资本密集、高度集中的市场。然后是开发者工具层，像 OpenAI 的 API， 这个领域竞争超级激烈，虽然会产生超级赢家，但厮杀也非常惨烈。所以吴恩达的结论是什么？去最高层，去应用层玩。在这一层，市场很大，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而你最重要的武器不是发明新的 AI 演算法，而是你的产业领域知识 （domain expertise）。说白了，就是你在某个特定行业里的专业和经验。例如，他提到一个叫 Amori 的新创，创办人是 Tinder 的前执行长，他把 AI 技术跟他在恋爱关系上的专业结合，做了一个恋爱教练。这种组合的竞争对手就非常少，因为你很难同时找到一个 AI 专家又懂恋爱关系。讲理论太泛泛了，对吧？我们直接来看一个吴恩达亲手操刀的成功案例 Bearing AI。这家公司就是吴恩达的 AI Fund 孵化出来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把一个想法变成一间赚钱的公司。这是吴恩达团队经过多年实战迭代优化出来的4步骤流程，而且它的顺序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第一步，花1个月只做一件事，验证一个具体的想法。注意哦，是具体的想法，不是一个模糊的方向。因为具体的想法，你可以很快的去验证它到底行不行。第2步，这也是最反直觉的，在产品都还没有的时候，就马上招募一位专业的 CEO。第3步，才花3个月打造一个最小可行性产品，并且去跟真正的客户做深度验证。如果这关通过了，第4步才投入第一笔种子资金，开始规模化。我们把这个流程套用到 Bearing AI 的故事里，你就会发现它多么强大。这个点子不是他们自己想的，是来自日本航运巨头三井集团 Mitsui。他们来找吴恩达说：“你们应该做一个船运界的 Google Maps， 用 AI 帮货轮规划最省油的航线。”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想法。接着，他们马上找到了 Dylan Kyle， 一位有成功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来当 CEO。
这个组合简直是梦幻队。三井集团提供深度的航运业知识和真实的痛点，AI Fund 提供顶尖的 AI 技术专长，而 CEO 负责把这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变成一个能卖钱的产品。结果就是他们成功打造出了一个杀手级的 AI 应用。那这个应用到底有多厉害？我们直接看数字，这个数字真的会吓到你。平均来说，每一艘货轮每年只要使用 Bearing AI 的系统，就可以省下40万美金的燃料费。40万美金，各位，这不是总共，是每一艘船每一年。全球有数万艘货轮，你自己算算看，这是多大的市场？如果一家航运公司有100艘船，一年就能省下4500万美金，这太夸张了。这还不包括减少碳排放、对环境保护的巨大贡献。这个案例完美地展示了为什么真正的黄金机会在应用层，在于你如何把 AI 技术跟深度的产业知识结合，去解决一个真实世界而且价值连城的问题。好，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聊了这么多机会，当然也要用一个比较清醒、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看 AI 的风险和未来展望。毕竟机会再大，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挑战。吴文达把风险分成了2类，我觉得这个分类非常务实，帮助我们厘清什么是真正该担心的。左边是真实且急迫的风险，首先是工作冲击，这点真的蛮颠覆我们过去想象的。以前都觉得是蓝领工作会被取代，结果现在反而是高薪的知识工作者，像是律师、会计师、分析师冲击最大。再来是偏见、公平性和准确性的问题，这些都是 AI 现在真实存在的问题。但好消息是，技术也在快速进步中。右边是他认为被媒体和好莱坞过度夸大的炒作，例如通用人工智慧 AGI， 也就是电影里那种跟人类一样聪明的 AI， 他认为这至少还要30到50年甚至更久。而最近很红的人类灭绝风险，他更是直言这根本不是一个可信的威胁。他觉得，与其担心 AI 毁灭人类，我们更应该担心那些真正可能毁灭人类的危机，像是全球疫情、气候变迁。而 AI 不但不会是凶手，反而会是我们解决这些危机最强大的工具。总结下今天的重点：第一 ，AI 真正的价值驱动来自监督式学习和生成式 AI， 而后者带来了革命性的开发速度，让创新门槛大幅降低。第二，最大的商机不在科技巨头厮杀的头部市场，而是在各行各业的长尾应用里，有无数个价值100万美金的专案等着被解决。第三，成功的关键不是发明新技术，而是将 AI 技术与你深度的产业领域知识结合，从一个具体的想法开始，快速验证并迭代。所以，回到这个最后的问题，在这波 AI 浪潮中，你的定位是什么？你是一个旁观者，一个使用者，还是一个准备动手创造价值的创业者？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